去医院做检查，意外看到老公陪着一个怀孕6个月的孕妇产检，他们举止亲昵，全然不是普通朋友。后来我发现他们一直在密谋让我净身出户，为了升职加薪，居然还想把我送给他的领导。我默不作声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，直到全部财产到手。走，离婚去。我跟老公结婚3年，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我婆婆明里暗里骂我站着窝不下蛋。其实我也想要个孩子，于是就跟老公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去医院拿结果那天，我看到我老公搂着一个怀孕5、6个月的孕妇，举止亲昵地上了电梯。那女人我也认识，是我的同事，以前经常蹭我老公的车上下班。可是她怀孕，为什么要我老公陪着她来医院？我低头看着手上的检查结果单，想着刚才医生对我说的话：你爱人患有严重的少精症，极有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我还没在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中回过神来，居然又在医院发现我老公陪着别的女人来做产检。可明明我老公患有少精症，那他身旁的那个女人的肚子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刚才2个人那亲昵的举止，任何人看了都不会相信2个人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观。为了搞清楚这一点，我攥紧了手中的检查结果单，戴好口罩，又去1楼的超市买了一个帽子，戴上后上了3楼产科。我站在产科门诊外面，一眼就看到了我老公一只手搂着那个孕妇，一只手帮那个孕妇拿着包，2个人搂在一起，说说笑笑。我顿时如遭雷击，我老公出轨了，他居然背叛我，出轨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，不对，应该是2个。第一个是我老公出轨了，我被戴绿帽子了。第二个是我老公有可能也被戴绿帽子了，还是被自己的出轨对象戴了绿帽子，将要帮别人养孩子，喜当爹了。此刻我的心情就像过山车，又是气愤又是解气。但是我很清楚，这些都还只是我的猜测，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我老公出轨了。我深吸几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为了不让我老公跟小三发现，我转身出了医院，颤颤巍巍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我老公赵强的电话。电话很快就被接通，话筒里传来赵强略带不耐烦的声音：不是说过了吗？上班时间不要随便给我打电话，领导看着呢。我紧紧握着手机，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：老公，你真的在上班呀？我刚才在路上看到一个长得跟你特别像的背影，还以为是老公你呢。赵强那边异常坚定地说：你看错了，我现在在公司。行了，我正忙着呢，挂了。没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，赵强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赵强撒谎了，可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跟他撕破脸，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赵强的把柄，甚至家里的房子跟车子都在赵强的名下。当年我跟赵强是大学恋爱结婚，我是山东人，他是江西人，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嫁到了江西，套用网络上的话，都是为了爱情。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是裸婚，赵强的父母都是农村人，没什么钱，没办法给我们买婚房，于是我父母就拿出了半生的积蓄，帮我们付了一套小公寓的首付。只是当时我太傻，在房子还没有签合同之前，就跟赵强扯了证。这样一来，房子买下来之后，就成了婚后买的了。后来我跟赵强努力工作，经济条件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。赵强就说想把小公寓卖掉，换成大点的房子，并且接他的父母过来安享晚年。当时我不太想跟公婆一起住，但是赵强说，我们也到了要孩子的年纪了，
让公婆过来也是为了以后照顾孩子方便。我信了他的话，将原来的房子卖掉，买了个3居室的房子。这套房子的名字换成了赵强。如今看来，赵强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留一手，防着我呢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，所谓的为了爱情远嫁，是有多么的愚蠢。我努力的不让眼泪流出来，为这样的男人掉眼泪不值得。我不能就这么认输，现在赵强还没有跟我摊牌，就说明他后面一定还有什么目的没有表现出来。我不能任人摆布，我要掌握主动权，在赵强找我摊牌之前，先把原本就应该属于我的东西牢牢地抓在手里。当天晚上，赵强没有回家，我下班回去的时候，公婆连饭都没有给我留，也就是说，公婆早就知道当天晚上赵强不会回家，所以才没留饭。那么，公婆知道赵强在外面有女人的事情了吗？过2天是公公的生日，第2天早上，我再次拨通了赵强的电话，忍住恶心撒娇道：“老公，忙了一天，你累坏了吧？要不要我去公司给你送早餐过去？”赵强的声音像是刚刚起床，还带着些不耐烦。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公司这边吃1点就行。”这时候，电话听筒里传来一道女声：“老公，谁的电话呀？”我知道这是小三想跟我耀武扬威呢。我故意假装没听清楚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：“老公，你身旁是不是有女人啊？你真的在公司加班吗？不会是背着我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过夜吧？”赵强立刻气急败坏地训斥：“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里是公司，当然会有女人的声音。好了，我这边还有要忙，先这样。”我可不能让他现在就挂电话，于是说道：“老公，明天是爸爸的生日，你不会还要加班吧？爸爸的60大寿，咱们可得办得隆重点。我已经订好了饭店了，就是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，你能不能先给我转1万块钱啊？”赵强立刻说：“办半个生日哪里用得着1万块钱？”我说：“光吃饭肯定是不需要的，但是我想给爸爸买块表。上次爸爸不是看中了一款机械表吗？我打算趁着这个机会给他买下来。”赵强不情不愿地给我转了1万块钱，转完了还跟我说，等我发了工资，一定要把钱还给他。他在想屁吃呢。拿到钱后，我立刻去商场，把那款早就看中了，却一直没舍得买的卡地亚手表买了下来。因为结账的时候，我给了那位售货员100块的好处费，问他知不知道哪里有卖假表的。对方笑着告诉了我地址。我去那个专门卖假表的小摊，用100块钱买了一块原价8000多的男士手表。不得不说，果然是专卖假货的地方，不止 logo 完全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包装盒子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买完手表，我去买了一些安眠药跟几个微型摄像头，并且让卖摄像头的那位小哥哥手把手地教了我怎么安装。第2天，公公60大寿，我老公那边来了几个亲戚，等我开车把他们带到5星级酒店后，几位亲戚都是一脸羡慕地对我公公说：“老赵你可真有福气，娶了这么好的儿媳妇，过个生日都来这么高档的酒店。这么高档的酒店，我还是第1次来。”婆婆一脸得意，嘴上却说：“有什么好的，就知道花钱，不过是逞口舌之快罢了。”我什么都不说。点菜的时候，什么贵我点什么。等菜上了桌，几个亲戚对我又是一番称赞。只是看着这么贵的东西，婆婆跟老公的脸色却不太好。我高兴地招呼客人，只当没看见，一个劲儿地撺掇我老公跟公婆喝酒。结账的时候，一桌饭菜花了1万8，
反正那1万块钱已经给公公买手表花完了，这顿饭只能由赵强付服了。看我老公肉疼的模样，我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。以前为了这个家，我跟老公出来吃饭，从来没有吃过超过100块的东西。现在想想，我是真傻，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下来的钱，他居然用来养别的女人跟别人的孩子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赵强跟我公婆都醉得差不多了，我很贴心地给他们煮了一碗醒酒汤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安眠药放进了里面。没过多久，他们3个人就睡得跟死猪一样。我先拿出昨天买的3个小型摄像头，根据昨天收货小哥交代的，将微型摄像头分别安装在了2个卧室跟客厅的插座里。做完这些后，我再次回到卧室，拿出赵强的手机，用指纹解锁开了赵强的手机。但是这个手机里没什么东西，看样子赵强为了防着我，还是很小心翼翼的，无论是微信还是手机通话，都看不出任何异常的地方。我并不想就此放弃，我记得赵强的那个同事叫张萌萌，我找出他的微信，慢慢往上翻看，里面的对话刚开始看没什么问题，我继续往上翻看，却看到了一条信息：张萌萌，明天产检你得陪我去。赵强工作手机上说。可能是因为漏删了这条信息，让我找到了线索。赵强确实还有一部公司专门配给他的手机，因为平日里都是工作方面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他那部手机。我从赵强的皮包里找出了另外一部手，用指纹解锁，打开微信，果然第一个置顶的就是张萌萌的微信，被注明是我的宝贝。我强忍着心里的恶心，拿起手机把2个人的对话录了下来。我的宝贝，你什么时候跟那个黄脸婆离婚？我等得起，咱们的孩子等不起啊。赵强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上次团建的时候，咱们公司的李副总看上他了，并且跟我保证，只要我想办法让杨澜陪他睡一觉，策划部经理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我的宝贝，我就说杨澜是个不安分的吧，这还没跟你离婚呢，就开始给你戴绿帽子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设计杨澜，让她跟李副总睡一觉？赵强，过2天我请李副总吃饭，到时候叫上他。放心，只要这件事办成了，我不但能升职加薪，还可以反咬他一口，告他出轨，让他净身出户。我的宝贝，老公你可真棒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很多赵强给张萌萌的转账记录。这个人渣把我省吃俭用下来的钱，转手就给了外面的女人。看到这些信息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如坠冰窑。这就是我嫁的男人，不但出轨，还要利用我的身体，达到他升官发财的目的，设计我身败名裂。好一招歹毒的一石二鸟！我死死咬着牙，控制住自己，没有现在就去厨房拿那把刀，砍死躺在床上的男人。为了这种人渣赔上自己的一生不值得。好一会儿我才冷静下来，将录下来的证据上传到云端保存，然后把赵强的手机放回原处。第2天，我跟公司请了假，拿着结婚证跟房产证，去了一家私人抵押公司，将房产证以50万的低价抵押了出去，然后将其中的40万暂存在了抵押公司，只拿着借条走了。出了抵押公司，我拨通了远在山东的妈妈的电话，将最近发生的事情跟妈妈说了一遍。我爸妈当时就要来江西，跟赵强好好理论理论。我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劝住了他们，并且把我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2老。我已经决定要跟赵强离婚了，现在只想拿回自己应有的东西，并且问爸爸：爸爸，
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大伯家的哥哥现在是律师，可以让他来江西吗？我想让他帮帮忙。爸爸连忙说：我帮你问问你哥哥，有什么事不要自己扛，你身后还有我跟你妈妈。我眼眶一热，泪水瞬间涌出。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我必须坚强起来。我拿出手机，在微博上联系上了一位微博大 V， 主动给对方发了2000块钱的红包，将自己的遭遇大体跟他说了一遍。对方很是气愤，跟我说只要我有充足的证据，就可以帮我在网络上曝光这对渣男贱女。可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曝光这对渣男贱女的好时候，我要等到时机成熟，再给他们致命的一击。这位微博大 V 答应了我的请求。晚上赵强回来，我忍着心中的恶心，翻身从身后抱住赵强，撒娇道：老公，能不能给我转2万块钱？赵强一听到钱，立刻就不愿意了，甩开我的手臂，从床上坐起来问我：你又要钱干什么？你的钱呢？我说：我的钱都花在咱们日常的开销上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们家一直都是你的钱存着，我的钱花在日常的开销上。最近我们公司财务紧张，一直没发工资，家里用钱，我的化妆品也快用完了，衣服也该买新的了。赵强厌烦地说：又不是小姑娘，买什么化妆品新衣服，买瓶大宝用行了。至于衣服，以前的也没破，用不着买新的。我在心里冷笑，他给外面的小三在微信上转账，动辄上千上万，我跟他要2万块钱的生活费，他都不舍得。我说：我是你的老婆，出去跟你那些同事见面什么的，那不是也代表着你的门面吗？我这不是给自己买，说白了是给你买的。赵强，除非你压根没把我当自己的老婆对待。再说了，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你看着也赏心悦目不是？赵强骂道：你以为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买个化妆品跟衣服就要2万块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强忍着心中的冷笑，说道：这些钱又不是只给我买化妆品跟衣服，还要家用呢。你要不想给，那就把你的工资卡给我吧。我那些同事，无论男女，工资卡都在媳妇手上。赵强，我都没跟你要工资卡，只跟你要2万块钱家用，你都不给，那我嫁给你还有什么意义了？要不咱明天去离婚算了。如果换作平常，我绝对不会这么要挟，因为我知道这么要挟也没用，赵强绝对觉得不会给我钱。但是现在不同，我知道了赵强的打算，他想陷害我，赔他的上司税，现在暂时就不能得罪我，只能顺着我。果然，赵强极不情愿地给我转了5000块钱。我对赵强说：我以前的好闺蜜来江西旅游，这2天我陪她好好逛逛，暂时不在家里试住，明天你跟妈说一声。赵强听到我说不在家里住，眼神一亮，但很快掩饰住，问道：那闺蜜打算在江西玩几天？我说：大概4、5天吧，这几天我陪着她，暂时都不回家。我这么做就是想看看我不在家的这几天，赵强会不会把张萌萌带过来，更想看看我公婆的反应，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张萌萌的存在了。我没有来江西旅游的闺蜜，是我堂兄杨明泽来了。他听到赵强出轨的事情异常气愤，我们的大家庭就我一个女儿，我是被几个堂兄表兄宠着长大的，赵强他居然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的几个堂兄当然不乐意。所以这次杨明泽不仅自己来了，还把我二伯家2个堂兄堂弟也带来了，说是人多力量大。为了尽地主之谊，我在5星级酒店帮他们订了3间套房，同时把自己的计划跟兄弟3人详细的说了一遍。
我们4个人商量好后，我先去抵押公司将那40万现金取出来，让3位兄弟帮我收好。如今这个时候，不能让银行查出来我有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记录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现金。1周后的下午，我接到了赵强给我打来的电话，他跟我说，为了能争取部门经理的位置，他想以家庭的名义请公司副总吃饭，让我今天晚上务必出席。打完这个电话后，我对赵强算是彻底的寒心了。他居然真的到最后还要再利用我一把，为了升官发财，将我送上别的男人的床上。想到那天晚上在微信上看到的内容，我顿时遍体生寒。我居然嫁给了这种毫无人性的畜生。结婚这3年，为了家庭和睦，我不惜委屈自己，可到头来，我换来的是丈夫在外面养小三，还要榨取我最后的利用价值，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好恨，但这也更坚定了我报仇，让赵强净身出户的决心。好好的冷静了一会儿后，我就去买了2部手机，跟1支录音笔并且联系了我堂哥杨明泽，跟他详细说了今天晚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并且告诉了他我的详细计划。我哥虽然觉得我的计划还算周全，但还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参加饭局。我哥说，兰兰，很明显这就是一个鸿门宴啊，咱没必要为了那点身外之物以身犯险，大不了那些钱咱不要了，你跟姓赵氏的那畜生离婚，哥哥带你回家。我笑着说，哥你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有危险，更何况有你跟2哥还有3弟在，我也不会有危险，咱们按照原计划行事，到时候如果有意外，再见机行事。堂哥见我主意已定，就没再多说什么。当天晚上，赵强选了一家不错的酒楼，请那位所谓的副总吃饭。我盛装打扮一番，提前进了包间，将其中1部手机设置录像模式，找准位置放到了一株盆栽后面。很快，赵强跟那位副总勾肩搭背地走了进来。副总看到我的时候，果然眼睛都亮了，甚至连赵强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神中都流露出惊艳。以前为了省钱，我从来不买化妆品，护肤品也是最便宜的大众牌子，身上穿的衣服甚至都还是结婚以前买的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我是真傻，自己赚的钱不舍花，省吃俭用的养了一家子畜生白眼狼。赵强上来就给那位副总介绍，兰兰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李总，李总，这是我妻子杨兰。我想到后面的事情，强忍着恶心，笑着打招呼，你好李总。李副总看我的眼睛都直了，笑着说，小赵可真是有福气啊，娶了这么漂亮的妻子。赵强笑着说，李总谋赞了。入座后，赵强倒了一杯红酒递给我，给我使眼色，低声道，老婆，我能不能升任部门经理，可就看今天这顿饭了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哄好李总，去，给李总敬杯酒。这是想灌醉我，然后再把我送到李副总的床上呢。我笑着从包里拿出卫生巾，一脸歉意地说道，不好意思啊李总，明天我的生理期就到了，今天怕是没办法陪您喝酒了，这样好了，我以茶代酒敬您吧。说着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举到了李副总的面前。这茶水是刚才我亲手泡的，别人没办法在里面动手脚。赵强跟李副总的脸立刻就变了。李副总不好对我说什么，他拉下了脸对赵强说，你妻子似乎是不太把我看在眼里呀，一杯酒都不肯喝。赵强冷着脸呵斥我，杨兰，你什么意思？明天才生理期跟今天有什么关系？一杯红酒而已，你拿捏什么？你到底还想不想让我好？
其实我的生理期根本就不是明天，这人渣跟我结婚3年，居然连我的生理期是哪一天都不记得。我垂下头，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不对，看了眼2个人喝的都是啤酒，突然意识到，反应过来，可能那瓶红酒有问题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他们不仅仅是想灌醉我，那里面可能加了别的料，是想迷晕我。那红酒我绝对不能喝。其实这是我不管确定，但是以防万一，我不能喝那瓶红酒。我笑着拿起了包间那一瓶还没有开封的高度白酒，将自己杯子里的茶水倒掉，然后倒满了一杯白酒，再以此帮赵强和李副总倒上了白酒。李副总见我喝白酒，一脸的不怀好意，妹子这是想要喝白的。我笑着说，跟李副总吃饭，当然要拿出最大的诚意来，红酒跟啤酒有什么意思？要喝就要喝白的。我跟赵强认识后，几乎是滴酒不沾，所以赵强一直以为我根本不会喝酒。但其实我虽然酒量没我父亲好，可作为山东人，还有不会喝酒的女人。我举起酒杯跟李副总碰了一下，仰头就是一大口。其实在他们没有看到的时候，我把那一口吐到了手中的餐巾纸上，真正喝到胃里的没多少。没多久，那杯白酒见底了，我也掐住了时间，装作自己醉了。赵强见我说话都开始大舌头了，一脸谄媚地笑着对李副总说：“李总，我老婆她本来就不会喝酒，今天这一杯下去，不醉才怪。这会儿时间还早，您今天晚上可一定要玩得尽兴啊！”李副总淫笑着拍了拍赵强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小赵，你很有前途，连自己的老婆都亲手送到我的床上，让我睡了。策划部经理的位置你就放心行了，绝对是你的。”赵强讨好地笑道：“谢谢李总，要不是我现在还要趴在桌子上装醉，我一定要跳起来跟这2个人渣拼了。”李副总扶着我出了酒楼，把我塞进了他的车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在他们离开包厢后，我堂弟去包厢拿出了那部录像的手机。我二哥开车跟在了李副总的车后，躺在李副总后座上，我从包包里拿出了另外一只手机，点开了直播，将摄像头调为后置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直播，摄像头面对的又是一片黑暗，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人进我的直播。这也是我想要的，因为这时候我不需要有人过来看。大概10几分钟后，李副总将车停在一家酒店门口，打开车门将我扶进了酒店房间。一进酒店，我就不装醉了，故意将包包扔到地上，让摄像头对准房间，一把推开了李副总就要往外逃。李副总一把将我捉了回来，狠狠地按在了床上，一脸淫笑地说：“臭娘们，这么快就醒了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”我假装害怕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我老公呢？”李副总得意地笑着说：“你老公？你老公为了能升任部门经理，已经把我送给你了。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是你老公了。”我骂道：“你放屁！我老公赵强作为星光广告公司策划部的组长，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一定是你骗我！你敢碰我，我老公一定不会饶了你的。”李副总说：“你可真是傻，被你老公卖了，还有帮他数钱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晚上你老公灌醉你，就是为了把你送到我的床上，作为交换，我保他坐上策划部部门经理的位置。”我一脸的不敢置信：“不可能，你胡说，你在骗我！我老公那么爱我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”李副总冷笑道：“爱你？你老公早就想跟你离婚了，今天这件事不过是榨干你最后的利用价值罢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
你老公跟一位叫张萌萌的下属早就搞到一起了，小三都怀孕了5、6个月了，你还傻傻的以为你老公爱你？”我一脸震惊地看着李副总，沉默了几秒后说：“李副总，我想打个电话给我老公确认一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打电话报警，反正你就在我身旁盯着，你不用担心。”李副总放开了我，我起身，拿起包包里的手机，把直播给关了。刚才我看了一眼，直播室里已经有几十万的人在观看了。这时候，外面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李副总一惊：“谁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是我老公派人接我来了。”你还真以为我老公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啊？这是他早就跟我商量好了。我说着，拿出录音笔晃了晃：“你刚才想对我动粗的事情，我都录下来了。只要有了这个，我老公部门经理的职位，你就得给安排，否则我老公把这东西发到公司总部或者你妻子手里，你说会是什么后果？”我说着，打开录音笔，里面传来了刚才李副总说的话。李副总扑上来就要抢。这时候房门开了，我大哥跟二哥大步跑进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李副总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他恶狠狠地大骂：“赵强那个混蛋，他居然敢跟老子玩仙人跳，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他！”跟我大哥二哥一起进来的酒店保安立刻制止住了李副总。这件事在网络上闹得非常大，所有人都知道了星光广告公司策划部的组长不但养小三，为了升职加薪，还亲手把自己的妻子送到了公司副总的床上。因为是直播的方式传出去了，这件事很快就被公安部立案侦查，李副总算是强奸未遂。而且李副总一直觉得这是赵强跟我一起玩的仙人跳，所以赵强算是彻底的得罪了李副总，在公司也彻底的没办法混了，当天就被公司开除走人了。赵强知道这事是我干的，可是我身旁有哥哥跟堂弟的保护，他也没办法把我怎么样。而且我还有他们一家人在我离开的那几天里把小三接回家的视频。不得不说，我当时在家里安装微型摄像头是对的。我一离开家，赵强就迫不及待地把小三接到了家里。我公婆也早就知道了小三怀孕的事情了，对小三照顾的那叫一个无微不至。赵强在电话里极尽所能地把毕生会的脏话都骂到了我的身上，我却一点都没动气，只平静地说出了我的条件。我说：“赵强，你跟爸妈还有小三现在住的那栋房子，是我爸妈出了50万，再加上我们2个人的存款凑的首付买的。后面房贷虽然是你在还，但是我的工资全部拿出来用在了花销上。现在房子升值，房子你们可以继续住，我跟你要100万没毛病吧？”赵强尖叫：“100万？你疯了吗？”我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每个月工资税后1万，房贷2000，我每个月还会给你2000块作为你的生活零用，你净剩8000，再加上每年年底的奖金，这3年你也该存了不少钱了。”赵强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”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打官司。反正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出轨找小三，小三都怀孕6个月了。你说真要打起气官司来，你会不会连现在的房子都拿不到，只能净身出户？”赵强说：“仅凭那天晚上的直播，那不算证据，法院也判不了，你少吓唬我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今天晚上给你新的证据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就联系了前几天联系过的那位微博大 V。微博大 V 当天晚上就把我录的那些微信聊天记录发到了微博上。这件事继续发酵，很多人开始咒骂小三跟渣男。我主动拨通赵强的电话，
说道：“你现在觉得证据够了吗？”赵强在电话里破口大骂：“杨澜，你这个贱人！”我说：“你最好管住你的嘴，否则我可能立刻就去告你。”赵强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吓唬他，而是有了万全的准备。他说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很简单，给我100万，立刻跟我离婚。”那栋房子现在的市值是150万，100万10万，我现在要100万，剩下的50万留着他们自己去私人抵押公司赎房产证用吧。我就是这么好心。赵强说：“我没有100万。”我笑：“那就法庭上见吧。”赵强见我要挂电话，立刻说：“你等等，给我3天的时间。”我说：“只有2天。”赵强的手里应该有50万的现金。至于我公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1分钱没出，反而是婚后，我每个月都会给他们1000块钱的零用钱，50万的存款应该没问题。当然，这些也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。2天后，赵强把100万打到了我的银行卡里。当天，我在我堂哥堂弟的保护下，跟赵强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微博上晒出了离婚证，表示这样的婚姻，姐姐不稀罕，让渣男贱女锁死吧。微博下面立刻收获了不少人的好评，很多网友认为我不像有些女人，把这些事抖出来只是为了报复小三，却还想跟渣男在一起。虽然最后我没有把我公婆在我的房子里伺候小三的视频公布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赵强跟小三肯定过不好，过得并不好甚。毕竟在这个志在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他们做过的那些事情。他们已经被公司辞退，再想找工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结束这一切后，我跟堂哥回到了山东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位微博粉丝给我发来的私信，说有位医生在微博上爆料，我的前夫根本没有生育能力，那么小三的孩子会是谁的呢？因为医生的爆料，将这件事再次推入了一个新的高潮，赵强成了整个网络嘲笑的对象。我也接到了赵强的电话，他先是质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他根本没有生育能力的事情，后面又痛哭流涕地求我原谅他，说他爸妈因为这件事都气得住进了医院，他们在邻里间都抬不起头了，说他爱的还是我，求我跟他复婚。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，更不可能跟他复婚。我挂断手机，反手拉黑了他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消停，赵强开始换着手机号给我打电话。那段时间，只要不是认识的电话，我就不会接。当然，我的前公婆也一改以往刻薄，一连几次给我打电话，目的不言而喻，想要我跟赵强复婚，把分走的钱还给他们家，却完全不提他们一家人联合起来骗我，在外面养小三的事情。我懒得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把他们家的电话全部拉黑。后来微博上有粉丝告诉我，赵强跟小三因为孩子的事情闹得很大，赵强失手将小三推下了楼梯，小三孩子没了，自己的命也差点没了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再怀孕了。赵强则因为故意伤人罪，情节恶劣，被判了1年半的有期徒刑。至于他们住的房子，听说从私人抵押公司那边赎回来后，就低价卖了，为了付小三的医药费。这样的结局被网友戏称为最解气结局。不过这些事情都与我无关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回到了自己的父母身旁。我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走了出来，我身旁有亲情陪伴。我在家乡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工作很顺心，我重新联系上了老朋友，交了新朋友，我的新生活美好又充满希望，我更加懂得了爱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